在我妈妈退休之前，我想，好好透过影像去记录她的工作以及她的生活态度。虽然我并没有继承家业，但我选择了摄影，尤其是底片摄影，似乎跟我家人的职业仍然有牵着一条隐形的线。无论印章还是底片，彼此都具有原件性的特质，同时每一颗印章、每一张底片，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嗨，我是冠霖，欢迎回来。今天我们想要讨论的主题并不是摄影，而是这个从小都会用到大的东西——印章。最近我找到大概5-6年前的文章，是在讲日本，一个将印件视为重要证明的国家。然而当时正逢疫情，使得首相菅义伟，对，那位在记者会上举着新年号令和的人，推动了所谓的行政改革与数位化政策。其中这项政策的一个目标是想废除印章文化，转以手写签名，以提升行政作业效率。不过这项政策呢，也产生正反两极的声音，赞成的人认为是该抛弃使用印章这种八股的制度了，那反对的人则认为说，印章就代表一个人或一间公司，手写签名可以模仿，缺乏印章岂不是会让风险增加吗？把这个问题带回台湾，我思考着会不会有天我们去公家机关申请文件，或者去银行，甚至去投票的时候，我们再也不需要使用印章了呢？那讲到这边，是不是会觉得印章的用途很有限？还是说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印章的故事？其实印章的学问很大，有非常多迷人跟独到之处。那非常巧的，我妈妈刚好就是台湾的手工刻印师傅，所以今天我们把镜头带到新北市林口的文化一路成韵印象社，透过影片呢，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印章职人的故事。蔡老师您好，可以先请您介绍一下这间店名的由来吗？没有啊，就单纯取一个好名字。那成韵是一个好名字。接下来想请问老师是从什么时候踏入印章这个行业的呢？原本是家族的企业，然后因为迈入家庭就有需要，然后就学习刻印章。我们家族从民国40多年就开始刻印章。我从83年结婚开始，83年到今年已经32年了。然后成韵印象社是从民国100年开业，那到我是第二代，最后一个第二代，没有再有人会再继续从事刻印这个行业。做到后来，我发现有得到很多客人的反馈，所以这个行业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令人开心的行业。再来想请问，需要花费多久的时间去学习雕刻印章这个技术呢？其实我学习的时间并不长，因为当初我先生他要去日本留学，所以我需要在很短暂的时间就学习这一门的技术，所以学习的时间约莫只有7-8个月。但是因为我是必须要有这样的技能，所以我学习的时间虽然很短，但是我很快就上手。通常印章有几十块的、几百块的、几千块的，那每一个人的需求不一样，所以通常我会询问客人他愿意花多少钱来雕刻这个印章，然后确认好他心目中想要花费的价格，来帮他做推荐。在各式样式的印章中，我们会发现有人会刻圆形，有人刻方形，那可以请您分享两者的不同吗？圆形的印章用在银行方面、证券方面，它是适合的。那方形的印章，它比较适合用在不动产方面，或是合约上面。它可以比较四平八稳。所以
在不同的方面使用不同的形状的印章，它的确是有考究的。可以请您说明一下成玉印象社使用手工刻，这个跟以电脑刻的差异在哪里呢？一般电脑雕刻就是不管你在台北刻、在高雄刻、在台湾的任何地方，只要你使用到尺寸是相同的印章，它其实软体也相同，刻出来的印章完全没有防伪的功能，都是一模一样，所以它没有什么特别性。但是在我们成玉印象社，因为是手工雕刻，我同时刻2颗，2颗也不会相同。我的印章是完全没有打稿，所有的印章的软体其实都在我的头脑里，所以我完全只要看到名字，我就可以雕刻完成。刻印章这一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很轻松自在。我除了比较生僻的字需要去查字典啊，不然其实这种大家对这个技术有兴趣，可能你要现场看过，你才会知道说什么叫做手工刻印，而且花的时间并不长。而且我的一般的木头章是从民国83年到目前为止第33年，我完全都没有涨价，我永远会维持价格就是70块，因为我要让所有的人他们都有机会来雕刻这个印章，然后他们可能来刻了这个木头章，他们发现真是太神奇了，愿意再花更多一点的金钱来雕刻一个比较考究、比较耐用、比较好的印章。那想请老师解释，为何手工刻印使用的是篆书而非楷书呢？以印章学来说，这个是从清朝开始的文化，已经有2000多年了。这颗叫篆刻志林，但是它因为年代太久了，所以它也有一点破损不堪。现在我比较生僻的字，我就需要来翻这一本字典。其实这一本字典也很有历史感。它其实不是台湾人编撰的，它其实是日本人编撰的字典。有没有？你看发行的是日本人。有电脑刻印才有刻标楷体。不然其实以印章学来说是没有标楷体这一件事情。因为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故宫去看看故宫的藏宝，不管是字画上或是瓷器上，它没有一颗印章是楷书、隶书或是草书，唯独它只会出现篆书、阳刻跟阴刻。那因为现在的人他们不太明白，他们都去电脑刻印，那一般的电脑刻印他也只会刻一般的标楷体，因为一般的人都看得懂标楷体，但是不一定认得一般的篆书。印章店不仅是标榜手工刻印，同时也有提供开运吉祥章的服务，可以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吗？所谓的开运章就是我会排客人的八字，看他的五行缺什么，选择适合他的雕刻的好日子来补他的五行来雕刻。所以他如果要雕刻开运印章，第一他时间要不能急，因为没有排他的八字，我也不知道他五行缺什么，什么日子是适合他雕刻。第二就是开运印章，它是
有排八字，所以它会有一笔额外的开运章的费用。但是我的开运章价格是从我100年开业到现在，我也是没有做任何调整，就是5分的开运印章它是5000块，6分的开运印章是6000块。听起来也许你觉得它是昂贵的，但是对我来讲其实它是很廉价的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开运章我需要排它的八字，看它的五行。那有时候这个印章如果五行排起来是需要在那个3更半夜起来开光那个印章，那我可能需要调闹钟。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子睡眠会有一点点障碍，也是因为我雕刻开运印章。所以开运印章它是一整套的，它做的服务是跟一般的印章是有所不同，连刻的时候做的方位都要特别针对雕刻的那个人来补足他的五行，所以它是很考究的，需要看日子雕刻，也需要看日子才可以使用，所以它是有它的特殊性的。我们知道印章需要搭配印泥才可以盖出来，也有注意到有些印章会因为用越久而越红，那这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？其实印章越来越红，那你也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材料。如果你是用亚克力的印章，它一辈子也不会变红啊，因为亚克力就是亚克力，它本身其实是没有毛细孔的。那如果其实要当开运印章是有3种材料，玉、象牙跟黄牛角。那你刚刚在讲说越来越红，其实那个台语叫行去。什么叫行去？就是印章它会像我们小时候做的科学实验，芹菜去吸红墨水一样的意思，它会渐渐的变红啊，这个就叫行去。所以我们在使用好的印章，也有使用让它变红，对我们自己使用者本身来说是很有加分的，因为它越红越行去，表示你这一个人的财运越好。在2026年这个数位化的时代，许多人为了追求速度跟效率，选择以手写签名甚至电子签名。您认为印章产业是否会随着时间而越来越式微呢？其实印章使用的频率也许有减少，但是可能是我做的客群可能跟一般的印章店是有所区隔的，所以其实对我来讲，我的影响并不是很大。其实这个市场永远是有需求的。那以我来说，就像现在的印刷、摄影各方面都这么进步，但是还是持续画画的人还是有啊，因为有一些东西，一些美学的创作，它就是需要某一些人，然后经过时间的酝酿，它才会酝酿出好的作品。那你如果是机器是没有办法取代很有生命力的美学的东西。再来就是曾经也有人想要说来给我刻印章，然后觉得说，你这一门技术蛮不错的，我想来跟你学，那我也没有阻止啊，我也从来没有去排斥或是去拒绝别人的请求，但是通常来询问的人，他们自己稍微了解一下内幕，他们就会自己打退堂鼓，就没有再继续了。对但是你说没有人在传承这个技术，我也不会觉得可惜，因为最主要是因为我个人在印章这一块我是觉得很愉快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，因为开店做生意，它不是每一天都是客人都是川流不息，
可能比较适合像我们这样子已经有一点年岁了，所以其实在任何的状况之下，我们都看得很淡然。那么我们也进入到采访的尾声了，不晓得有没有什么话是想分享给荧幕中的观众？我个人觉得，其实我现在可以很乐在其中刻印章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可能我花的心血也有关系。我记得有一回，有一个日本人是一个翻译带他来刻印章，他想要雕刻一个印章。然后后来我请翻译告诉他说我是手工雕刻，然后他也请我把我的一般写的那个手稿给他看，然后他看到他就觉得太神奇了，因为在日本他们对印章的文化是很尊敬的，他们对于手工制业的师傅也是很尊敬的。他隔天来拿印章，他还在门外，他就对我深深一鞠躬。然后他进来拿到印章以后，他又对我赞不绝口。他一直对我说 "Sugoi Sugoi"， 我虽然不懂日文，但是我知道那一句是称赞我的意思。只要做任何事情，只要你努力做，好好做，你找到其中的乐趣，你已经把工作当作你生活的乐趣的时候，你做起来就会很轻松，而且你就会做得很好，就会得到很大的鼓励。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正向的。对。透过影片，希望大家有对于手工刻印有更进一步的了解。那当然有空的话，欢迎到林口走一走，跟我妈妈聊一下天，去刻一颗会跟自己一辈子的印章。那么影片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